哎，师傅，哎，那咱们现在是分享什么技术？那我们会在这个圆形的一个基础上，然后我们加入飞剪，然后向内飞、向外飞，还有一些轻微的一些徒手滑剪，把它组合在一起啊。这是用我们的大刀。大刀，对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大刀里面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手法。好。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啊。这个分区有什么讲究吗？这倒没有什么，就把它分小一些。就是我们把每个区先分出来就好了。就是在这个头发上呢，我们现在是没有用牙剪的，对吧？我们直接用飞剪在头上去做演示，主要是学的我们几个手法。好，我们先来看，第一个是徒手剪，先剪的往下滑，就在这个头发上去做一些往下滑的技巧。把这个外线给它就划柔和一些。好，边缘线去划就可以了。对，也就是我们这把大刀是可以做得到的。那有厚的地方呢，我们都可以用剪刀向上剪一剪。像这样处理它的外线一定要慢一点。对，很容易会剪缺掉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往上走的时候呢，是从这里开始，那我们就用到向外飞的技巧。就从里向外打，看到没有？就从内到外，每一束头发都是一样，从内到外。那我们再把它连贯一下，等下会有很明显的对比，就是我们划完以后，就是做过飞剪以后跟没做过的区别。好的。好，那很明显这里就薄了很多，对吧？对。这底下就会薄了很多。那我们继续往上走，那每一层头发都不要分太厚了。不要分厚。对，大概都是1指厚啊，1指厚度。从这里开始，拿出一束头发，从内侧打出来，看到没有？打的时候呢，你要注意哦，手啊，要慢慢的去旋转。好，这叫向外飞的技巧，就我们讲到的那个技巧里面的其中一个。那你这个发尾旋转是有什么好处呢？旋转的时候，头发发尾会变尖呐，就不会那么的厚实啊。就从里到外飞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往上走，就每片头发都不要分太厚了。都是一样。记得啊，一定是从里向外拍出来。拍完的头发呢，它也是属于一个什么？就是中间厚两边薄的一个效果。看到没有？所以头发才会呈现的是弧尖状嘛。这样拍的过程大拇指也要动啊。要，就是剪出来，剪出来。好，这是其中的一个技巧，向外飞。那我们也可以再去间隔的去看一下有没有特别厚的地方，划完以后用手去抓，看我们这个效果。外线厚的地方，我们还可以继续用剪刀去划一划。好，再往上，先到了转角区，对吧？是的。转角区我们可以用到的是一个内飞的技巧，就是比如说这一个束头发，我们向内打。往内打。往内打。内打呢，它是可以头发打出更多的通透感，就发尾它不会变掉，发尾还是比较厚实。发尾保护它。对，但是我们中间的量感会拿掉很多，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在第一个理论里面讲到的，通透度要在这个位置才可以做出来。那这样纹理感、通透度就会呈现出来，线条很容易呈现出来。打完以后，如果是发尾厚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在发梢的位置间隔的去飞一下。发梢间隔的飞一下呢，头发就会变成一束一束的感觉。要间隔。对，你不能全打，全打的话头发就全部薄了。对。那我们再用到我们这个功能剪里面的一个手法，叫压剪。压剪。拉高以后呢，从高往低压一下，压，就是我的手要有轻重才可以。就要有轻有重，每一束头发都是一样。什么这个动作很潇洒。对，你一定要把它练好，要不然的话很容易会把头发压掉一大块。所以我们都是从高往下压，从高往下压。那这样很好的会让头顶的头发产生一些蓬松感。是的。那如果还是有很厚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拿出来以后再稍微的飞一下。这个要间隔吗？不用，就在中间稍微的飞一下，让顶部头发产生一些空间感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会看到打完以后呢，这边头发呢，它会通透，纹理感透了很多，看到没有？线条感透了很多。是的。但我们来对比这边没打的这边，
这边是不是重？对呀。这边它会重，那这边它的空间感，你看松散了很多，它会蓬松起来。所以用飞剪去组合它的时候呢，它是会有区别化的。两侧头发也是一样啊。那这样打完以后呢，我们这里有后一夹的时候，这里也不会拱起来，它会很贴。是啊。从正面看它会很贴，它前面还是很厚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我们前面还是一样的。在飞剪里面用了几个技巧了？飞剪里面1、2、3，用了3个了。3个啊。对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拿出来往下滑。往下滑就可以了，顺着头发往下滑。要顺着它流上来。对，你不顺着流向就很容易剪缺掉。是啊。滑薄一些啊，每一束头发都是一样。拿开这些头发，往下滑薄就可以了。如果是剪顾客的话，就一定要慢一点了。对，要不然耳朵在这里不很危险。对对对。这里都是一样。好。会有很多就是发型师朋友他们会问，这个滑到什么样的程度呢？就我们这时候我们要用眼睛去观察。啊，你现在咱们这个2阶段的课呢，主要讲的是每一个技能，就是我们要练的是每一个技能，每个技能都会去详细讲解，但是不存在说，在真人上的一个演示，只有在3阶段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剪出不同的发型，在不同的区域去演示为什么要这样去做。那在咱们这个课程里面，更多的是演示咱们这些手法，啊，把这手法去做好，从里到外就可以了。就你要先练的是这个手法，拍打的手法。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判断。对，我们要去眼睛去观察它的厚薄虚实，要打出数感才可以。继续往上走，到了中间是向外向内。中间。顶部区、转角区。向内。向内打。向内打就是通透一些，对吧？会通透很多。这头发一定要向内打。这个地方往往就是说头发很厚。对，特别是在边缘线的地方，我们可以向外稍微的飞一飞。这里我们可以先旋转一下，再去飞。旋转一下。对。它慢慢的就变透啊。这表面这一层有。表面这一层我们又用到什么？压剪。拉高以后呢，从高往低压。师傅，这个压剪有什么技巧吗？压剪可以让头发产生蓬松度。蓬松度。对，然后我们压的时候用手腕的力，手腕的力去压。手腕在动。对，手腕在动。每一束头发都是一样，从高往低啊，从高往低。那这样一打呢，我们这个边线我们看起来，整个头发这个面呢，它就会柔和了很多，看到没有？轻盈了很多啊。所以论打发的重要性，我们现在是说用这些手法可以去把头发的空间感给改变掉，就不会看起来那么闷。啊，做客人的话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稍微柔和一些的啊，包括他平时夹到耳朵后面去，啊，这里它也不会容易崩出来，就耳后一夹就可以了。这个头毛夹不起来，我们这样看就能看得到，它是能固定住的啊。那刘海区域呢？就平时我们用的那几个手法的刘海区呢，我们都可以拿住束，在内侧去稍微的飞一下，但飞的时候要很小心，你的束状感不要拿太厚，就拿稍微的小一些，从里到外飞就可以了。每一束头发都是一样，就不要拿太厚了啊，也要拿薄一些。好，那这样刘海的它的空间感它也会呈现出来，对呀，就会薄啊。那还有很厚的地方呢，那我们也可以用到我们后面要教的那种抽剪，把这里稍微的抽一下，把空间感给它抽出来，要不然整个头发都太闷了，是的，对吧？对。慢慢的往外走，就尽量的把头发的空间感给我做出来。好。把这边一完成，我们就能看到整个头发的形态。这边的柔和了很多。是的。当我如果说发现这里很厚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很厚的时候呢，我会拿出剪刀仪，从高往低的去划一下，
就后剪头发，我如果觉得很厚的话，我会把它稍微的划一下，来到后面这里。好，这样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这样剪完以后呢，跟这边没有打的这边呢，我们能很明显感觉到，这边是很闷的、很重的，对吧？然后这边头发呢，它就明显感觉整个重量它会往上移，通透感它会全部呈现出来。等我们把头发吹完以后，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头发的一个线条。就是我们在用到这几个手法的时候，它就可以做到这些效果。这就是在一把功能剪上的一些技巧。好，我们把另外一边也打一下。好的。这头发是你抹了一点油是吧？抹了一点点。平时打的时候就不用去抹油啊。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从里面，一定要拿住发束以后从内往外飞。看到没有？拿住发束从内向外飞，飞的时候是用手腕的力往外拍打它。其实这就是一个拍打的技巧。然后我们里面很厚的地方，像这里面很厚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以后往下滑。斜的进刀啊。稍微斜一点。对，其实这种头发我们如果说先用牙剪打一下，它会更好一些。对吧？但今天咱们就完全是为了体现我们这个飞剪，我们就尽可能的还是保持它的厚度，跟发型没有关系，主要还是要学习的是技巧、技能。像这样滑的话，它会破坏它的结构？不会。不会。对。好。这样子会制作出它的空间感。对，柔和很多。在这里厚的地方，我们从高往低去划一划，往下滑就可以了。就是我们在那个5大手法里面的其中一个下滑剪。对，其实还是大刀功能剪更多用的是飞剪，对吧？就向外飞的手法。当然，我们下一款也会分享到抱抱剪。其实有些时候，一个抱抱剪就可以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掉。但是我们要像这些手法，我们都得学会。那这种的话，就是体现的更多的是什么？线条，对吧？它的一个通透度、纹理感，对吧？所以它是有区别性的。那想到了我们那种飞剪，就是那种抱抱剪，抱抱剪更多的是表现的是一个质感。就是它在结构剪完以后呈现的一种质感。那这种飞剪是空间中产生的这种线条感跟空间感，它是有区别的啊。所以2阶段更多的是要我们去学习的是这些手法，往下滑这里。就我觉得很厚的话，我就会多划掉一些。好，继续。到转角区，我们用什么手法？往内飞嘛。内飞。对。就把这个头发从外向内飞，对吧？每束头发都是一样，向内飞。内飞完以后呢，它会透一些，它会透一些。这边，这里有个问题，刚刚内飞的这个，它是飞它的发干的位置吧？内飞还是飞发中的位置会比较多一些，对。不要打到那个飞到发根了。对，表面区也是去压剪，它也可以飞发干，也可以飞发干，这里也是一样。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，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技能全部分享出来，只能说把我们最常规的这些技巧。能在客人身上去表现技巧，把它分享出来。其实能把这些学会的话，也就非常好了。但我们真正的在现在课程里面呢，更多的还会去讲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技巧。那其他的一些技巧的话呢，它也是一样的表现形式，唯一不一样的就是方法不一样。就你把这些学会了以后，其实很多都可以不需要去理解它，但是看起来也是蛮简单，真正做起来的话，也是有一定的难度的，对吧？对。
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呢，也来去做一个它的测区。测区用到更多的是什么？用到更多的还是滑剪，对吧？对下滑。那这边不好滑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用剪刀，用手捏住它，慢慢的往下滑掉它就可以了。拿住一束头，慢慢的往下滑掉就可以了。一样的啊，就往下剪就可以了。剪的时候呢，手要稍微的旋转一下，旋转一下。旋转一下发速。对。就手要稍微的有一些旋转。从高往低去滑就可以了。后的呢，我们可以从后向前滑。好，继续。相同的方式，在内侧去飞剪，一定是要从里向外飞哦，就是每一束头发都是一样的。就你可以在我们1阶段里的那个内容里面，去把头发剪完以后，直接用到我们2阶段的这种修饰去做调整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这些头模都是可以直接拿1阶段头模去来调整就好了，对吧？就是打薄是通的，包括我这个饽饽，咱们用滑剪可不可以做？也可以，对吧？它是通的啊。只是滑剪跟飞剪的表现形式不一样。滑剪呢，它更多的是流向，是吧？纹理。飞剪是弧尖状，跟它的通透感，啊，它线条感它是有区别的。那这个它的通透感会比较强烈一些。然后滑剪呢，就是纹理感、流向感会比较强一些。它是2种表现形式。表面这个区压，好，压剪就可以了。每一片头都是一样，拉高角度。从高往低压，好，压薄就可以了。好，还是那句话，压到什么样程度才可以？怎么样？用眼睛去观察。对，一定要用眼睛去观察，看到我们头发的厚薄度，是否达到我们要的一个效果才可以。好，刘海区也是一样，从这里开始，稍微的飞一下。一定发束不能拿太厚，发束拿厚的话，很容易会把飞缺掉，所以一定要薄一些才可以啊。每片发束尽量均匀嘛。对，尽量均匀，就稍微的薄一些。从里到外滑就可以了。还是一样，就我觉得这里特别厚呢，我们也会采用那种，这叫什么剪？抽剪。抽剪，对，用抽剪去抽一抽。每一束头发都是一样啊。所以学习的话是先把技能学明白嘛，对吧？你先把技能给我整明白了，然后我们再来学发型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是的。就如果说你都能很熟练的去把这技能都做好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发型不能剪？对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技能放得比较重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打完的效果呢，一样的去倒过来去看，也是从这里一束一束的，看到没有？对。发尾是一束一束的，越到表面呢，这里呢它还是越来越厚。所以这头发也是一样的，你怎么甩它到最后它呈现出来，它也是一个饽饽形体，看到没有？它就不容易会就是变形掉。这就是你把一个头发打好了，打透了，它甩完以后线条感还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它的纹理线条是很强的。啊，所以说你头发剪得好不好，打得透不透，就是跟你这个控制力有关系。你控制力做得好的话，你看随便甩完以后，它线条纹理还是一样能呈现出来，啊，不是，对，再现性很强，就是随便梳一下还是一样会有。那有很多人打这种头发，一打一块没了，一打一堆没了，那肯定就不行嘛。对，那就没还原度了。对，没有还原度了。好，那我们把它稍微吹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这就是我们飞剪飞完的效果。对啊，你看啊，现在这个飞完以后，比刚才是不是透了很多？对。这整个纹理感
就透感就全出来了。是啊是啊。这个还是稍微抹了一点点东西，不抹东西的话呢，它线条纹理也很容易出来，没有什么造型，就稍微吹了一点点弯。所以靠飞剪头发呢，它的线条纹理是很容易出来的。对。所以这个功能的技巧呢，一定要练好。好吧？看这，对，你要这样，你要会剪的话，这样剪完以后夹到耳朵后面去，它也是一款很漂亮的一个短发，对不对？所以商业款的话，你要先会这技能，会了这些技能以后，你再去做的话就很好做了。对，能理解吗？能理解。好。